把这个花径画出来。这个横的这个花径，这是我在写生当中啊，就是发现它有一种比较顽强的精神，所以呢，有时候啊表现的时候啊，我也经常画这种长径粗直的花径，显得它力度。这是准备画几个小叶。我先画左侧的叶子。我这时候画呢，就是不是机械的按这个像具体的牡丹怎么长的这个叶子上画了，而是靠效果。这时候呢，还要考虑到与下面这个论叶的这种分布的组合的结构怎么联系，这时候心中都要有数。在这个叶子分布当中，也有点线面的组合。这时候这小叶茎主要是靠这个面和点形成一种小论叶的活泼和生命力。在夹叶的时候，你看我也注意到哈，叶子的凸出来、凹进去、凸出来、凹进去，这是一种凸凹的一种关系，它一种节奏，无形啊都是一种节奏。所以说画呢，特别写意画，更注意这个画的节奏和强弱。然后呢，在这个花的后面画一些比较淡一点的叶子，使这个画面比较完善，比较有倾向性和节奏感。所以这些呢，空白啊，有些可以保留。我稍微干一点的时候啊，还要再整理一下。然后呢，顺势啊，加点线条，把这些小叶啊勾一下。使这一组叶子啊，也有这个线与面疏密的感觉。现在呢，我们可以画画下面的这些叶子的直径。我画的时候，就随意的在这个地方组合一部分线条，形成一种空间感。下面这些线条就应该用浓墨画这个枝干的表现了。根据这个构图，我们枝干粗枝啊，应该在这个左下方，用笔赶一点。有的地方你看，我们可以做一些伏笔，在不破坏它这个线条的情况下，整体线条的感觉的情况下，我们伏一下笔，哪些地方用笔没用到或者不够的话，加强一下。与这一个小花头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笔
线条呢，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小枯笔，这个小枝干啊，与上个方向的一种呼应。下面我们趁这个花叶基本上萎干的时候，开始勾叶筋。在勾的时候要随意一点。边画当中啊，边进行穿插，这样的丰富啊，这个画面这个厚度，增加它的厚度，也丰富了这个叶子的质感。现在这个花头现在是不干，稍有干的话，还要做一些强调。这证明什么？这个叶子啊，在这个牡丹花的后面，这个花瓣也更加清晰。这样呢，你强调一下，它更突出这个牡丹花的这个质感和层次。写意画不是说这个我几笔摆完以后就完成了，绝对不是那个样子。一幅好作品啊，应该在细心的调整当中去完成它的效果。这样呢，下面呢，这个画面基本上一页分布就完成了。我们呢，在这边淡叶后边加一些小枝干，调一些稍淡一点的墨色，用比较流畅的线条和笔法画小枝干。把小枝画完以后啊，再补一点淡色的叶子，基本上就可以了。我们在小枝干上点一些小花苞、花芽，点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红点，注意一下红点的分布，它有一种节奏感。这样我们再点一下花蕊，在花头的上部。点一些小闪点，因为在这个千层花当中，这个花蕊啊，它分布在牡丹花的花瓣的深部。基本上这个花蕊就点完了。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提款。
因为牡丹啊是大富贵，我们就提大富贵几个字。下面用小字啊提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我们去盖印章，盖印章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构图的这个体字的延续，所以说呢，准备盖2个。然后呢，在这个左下角盖一个压脚章。下面呢，我们再画一幅啊较大篇幅的这个牡丹花的作品。一般的4尺的纸啊，画6到8朵牡丹比较合适。我们画一个粉紫色的牡丹，这个就以胭脂色为主。这样的这个用笔方法，还是和这个画这个牡丹花头的那个方法和节奏一致的。这样呢，这个紫颜色的花头，基本上呢，我们大笔就完成了，稍微的进行一些整理。第二朵呢，在画的时候，一个是要注意颜色的这个呼应和对比，再一个呢，注意这个花的位置。在画这个花头以前啊，为了表现这个牡丹花前后的层次，也可以先布几片叶子。摆几笔这个叶子以后啊，就可以再画牡丹花。笔尖部分少加胭脂重一点，这样呢就画在这个花叶的后面，就分出来3个层次，一个是在前面的花头，第2层的花叶，第3层这个红牡丹，在这个叶子的后面。这时候画牡丹花头啊，笔法可以有些变化。心中有数啊，在落笔的时候，在整理的时候，就发挥这个用笔的一个长处。这个调整的时候，还是凭自己